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极尽中兵第9局。本局棋相对而言比较平稳，但是这一局里面也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招法，我们就快速进入棋局。黑方上马，红方冲兵，黑方平炮，红方平车。此时再次退炮，目的要打车，红方进兵，黑方平炮打车，红方避让。选择称势补后中路，这是黑方公认的关招。红方进兵打通中路，黑方继续冲卒。此时红方上马，窥视中卒。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象3进5，接下来红方上马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前面呢我们就不做过多解释。现在黑方这个3路马可以说何去何从是双方棋局的关键点。前面一局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车1平3，首先看守住。那么本局棋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它退马以及弃马抢攻的一个走法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马3退4，这个棋就相对而言不太妥当。这个马走了2步，依然回到老将的身边，同时还把老将唯一的逃生道路给堵住了。此时红方马8进7。这样的话，相对而言，红方子力出动速度比较好，黑方右方的子力备受牵制，它唯一的反击点就是卒7进1。那么接下来红方这里如果说冲兵的话，直接上马，既踩着车，还进炮打着象。当然，红方这里有更加好的走法，就是马7进5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，其实这个棋局就非常的明显了，红方显然是特别占优。现在黑方要不要进卒吃呢？不吃的话，既有马踩，同时还有兵吃。那这样一走完的话，接下来感觉黑方下一步棋就很明确，平卒的话，这里既吃马，同时炮打着象，红方只要把象飞开的话，黑方没有什么攻势，反而红方既从中路，同时还有从两翼形成一个正面进攻，红方非常的占优势。我们回到这里，相对而言，黑方回马的话，这招显得比较软弱。我们继续看黑方直接采取一个比较偏门的走法，这里就显然采取一个弃马呀。首先我们看红方直接上马吃掉，难道黑方在这里白白的就浪费这一匹马了吗？实际上这里是来一个先弃后取。这里的话，一进车抓马，红方这个马该何去何从呢？首先如果我们看，如果说他逃的话，那好了，这里一退炮，目的很明确，截成担子炮，又把他这个马盖住，这个马将来很难有出头之日。接下来黑方还是有卒7进1，从3路线采取进攻。这个局势往下发展，显然黑方虽然说丢失了一马，但是中卒以及7路卒一旦过河的话，还是有很强的攻势。比如说红方上马，黑方冲卒，接下来很明确，你要不要吃呢？如果说直接吃掉的话，红方一旦上马，这里踩着车，炮瞄着底象，红方势必要平车拦住。此时再上马踩车，这里很明显，你现在这个车也只能想办法得逃开了。当然他还不能选择平开，只能选择进一步。此时黑方接下来这一招可以说又是非常关键了。看起来我们可以走马6进4，将来既有挂角，同时还有卧槽，这样的话抽着车。我们比如说红方随便走一步，黑方一旦走到这一步去可以说非常的厉害。当然红方还有一个车9进1，这样的话就守住了，你就没有这样一个设想。好，我们返回来，我们在这里看看这步棋，可以说如果说能够想到的，可谓是身经百战磨练出来的。此时黑方关键的一招就是进车卡象腰。那么这个棋局咱们就不再继续往下多纠缠，红方只能成一个投降的状态。因为这里卡住象腰，既有上马窥视中炮，同时还有直接上马，将来既踩炮还有挂角，同时
这个八路车也能够形成一定的攻势。反观红方的这个车啊，在这里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双车都是很被动，反而黑方能够取得抢先之势。当然，实战当中黑方退车抓马的时候，红方断然是不会逃马的。这里有一步看起来比较好的棋，就是平车吃卒。这样的话，车马同时又守住了。那么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绝地反击呢？这里同样黑方的进攻思路就是七路线冲卒。你现在没办法呀，上马这里也来不及啊，只好选择硬着头皮冲掉。吃完之后，这时候黑方上马，目的很明确，炮打底象，红方飞象避让。此时黑方再上马，这里就很明确了，接下来目的很简单，将来进车一卡住象腰的话，亏是中炮。可以说这个马的话，一旦能够走到马六进四，再有马四进六，或者说马四进三的话，跳马卧槽挂角，可以说都是非常凶狠的棋。那么红方势必会采取一个比较好的策略，就是马八进七，将来这个车啊也好活通一下。好，那么走到这里，接下来如果说黑方这里有一步棋啊进车卡住的话，也还不错。但是黑方这里将计就计，来了一个另谋他路的走法，这里又借鉴了前面一招，来一个君子背剑，将来一平炮打车打着马，可以说这步棋啊更加的凶狠。红方眼看势必会丢一个子，选择啊平车。你吃我马的话，我进车吃你炮，选择交换。然而黑方采取一个进车先看守住这个炮，将来这步棋的目的很明确，既能够上马，这里挂角将军，还有卧槽抽车，同时还有平车过来，针对红方的这个七路马做一点文章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啊，又是本局的关键点，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。现在红方是腾出手来把这个马投开呢，还是采取一个防守呢？我们直接为大家先分享正招，车九进一，先看守住。因为当黑方一旦上马的时候，这里不防守的话，跳马挂角很容易遭到黑方的进攻。同时黑方是双车马炮已经成一个进攻的状态。好，这样走的话，双方还有的一定的博弈，可以说黑方稍微略占优。但是比如说很容易走出这一步棋，上马踩掉边卒啊，我先把这个马逃开，将来也是车马炮三子归边，对你底线有一定的攻势。同时这里进车底线一将军，然后再一跳马的话，可以说也是非常厉害。那么当然这是红方的一个单方面构想，实际上黑方这里抓准时机，进车这里一卡住象腰的话，可以说这个棋局这个变化基本上棋局并没有往下继续发展，认为黑方已经取得了决胜权。因为这里很明显卡住象腰，你这个炮脱根，将来主要一个进攻的思路就是平车过来，针对七路马做文章的话，那这里可以说这个六路马还虎视眈眈，棋局继续往下发展呢，也是黑方必胜的一个局面。所以说在前面这里关键的招法时候呢，我们这个逃马的话显然不太合适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局稍微有点平稳，但是进车卡住象腰这一步棋可以说也是本局的灵魂招法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，